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的故事从这样一段影片说起，这些疯狂的鱼群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鱼？怎么这么密集，还跳得这么高？仔细看，好像有点眼熟。胖头、鲤鱼、大白鲢，这是在哪儿？原来这一幕发生在美国的肯塔基州，在一个叫做巴克利水坝的地方，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正在向媒体展示他们的最新武器 Buff 系统。据介绍，这是一种能有效防治亚洲鲤鱼、保护河流的武器系统。等等，亚洲鲤鱼，美国陆军有效防治？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日常美食吗？其实你没有猜错，亚洲鲤鱼就是美国对青鱼、草鱼、胖头鱼、鲢鱼、鲫鱼、鲤鱼、锦鲤、白鲢、金鱼、鳞鱼一共10种鲤科鱼类的统称。可能在我们眼里，这一船鱼都是食材，但在老美眼里，他们是噩梦，是需要动用美国陆军去解决的严重问题。真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陆军来干厨师的活，这背后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吃的亚洲鲤鱼都是没有活过童年的小鱼。有科学家说，亚洲鲤鱼中寿命最长的是鲤鱼，大约可以活70岁。当然，也有日本人声称，他们这条叫做花子的锦鲤活了227岁，是见过法兰西革命和乾隆皇帝下枪男的老太爷。亚洲鲤鱼虽然寿命长，但它们体内有一个生长 bug， 那就是长大成鱼的时间非常短，1年就可以长到摆满一盘的样子。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生长，以鲤鱼来说，10年它可以长到1.5米高，70-80斤重。这个画面在美国非常常见，亚洲鲤鱼们在那边无忧无虑，吃的跟一个球一样的，动不动就能长到50-60斤。其实这个时候了，按照70岁的寿命来说，它们也还是个宝宝。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用古生物的角度来看，我们盘子里各种花式烹饪的亚洲鲤鱼们，其实是一种重磅级的史前怪物。在美国，它们只不过是露出了一点点真面目而已。据推测，在恐龙灭绝以后，印度还没有撞上喜马拉雅山之前，那会儿的黑龙江和长江、珠江一样暖和，四川还有滚滚向西的大河。这个时候呢，有一群小鱼正在这些河流里艰难生存，它没有牙齿，也没有胃，本来就应该是个走不出新手村的小号。但是就像地球 online 被黑了一样，他们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捡到了2把秘密武器。第一把武器叫做韦伯器官，长在鱼鳔上，是一个超级声呐，20米以外水流的摩擦声都能被精准捕捉到。又因为声音在固体和水当中的传播速度是远远高于空气当中传播速度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只要一动，就会发现鱼缸里的金鱼早就已经开始躲避了。它们并不是一直在盯着你，而是用韦伯器官听到了你发出来的极微弱声音。钓鱼也是一样的原理，你安静的等待，看准时机一拉钩，据说这个和鱼儿们斗智斗勇的过程其乐无穷。其实这背后正是地球 online 的2大 bug 装备在比拼，一个叫做人类大脑，一个叫做韦伯器官，谁会赢呢？很显然，如果没有垂钓经验，你的大脑基本是被完爆的状态。所以现在了解他们这套防御系统有多强大了吧？还有第2套攻击系统。说到鱼类的攻击系统，我们肯定会想到巨齿鲨和苍龙，但是亚洲鲤鱼并没有牙齿，它们究竟要如何进攻呢？其实它们的进攻武器你也能从鱼缸当中观察到，那就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金鱼都爱吃上一条金鱼的粑粑？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胃，对营养的消化吸收能力非常差，所以金鱼便便里面其实还存有大量没有被消化的营养物质。对于下一条金鱼来说，这也是勉强能吃的嘛。于是他们又卡住了地球 online 的这个 bug， 就把这种日夜狂吃的生存策略硬生生的给卡成了一个最另类的攻击武器。比如在美国河流里，他们不停的吃啊吃，吃到寸草不生，其他的鱼类都饿得皮包骨头，种群灭绝，而他们却长得像相扑选手一样，直接用体重碾压过去，数量还占有绝对优势。请问这一仗要怎么打？另外别忘了，有韦伯器官的加持，他们还是非常灵活的相扑选手。比如喜欢跳高的鲤鱼，
肯塔基州的官员们就抱怨，他们简直进化出来了飞翔的能力，在这边被叫做飞廉，能跃出水面3米高，滑行7、8米远，击伤游客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原先辖区内的巴克利湖和肯塔基湖每年都要接待数百万的游客，但现在呢，敢去湖面上坐船的游客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那些亚洲鲤鱼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听到螺旋桨的声音就疯狂攻击。几年以来，景区赔付的医疗费用都已经突破了1000万美元。原来鲤鱼跃龙门的背后是这么痛的领悟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黄河里见到过了。大概从唐代起，青鱼、草鱼、鲢鱼、胖头鱼就被中国人精心饲养了1000多年，变成了4大家鱼。2018年4大家鱼的全国养殖量1315万吨，平均14亿人，每人18斤。本来唐朝以前，中国人主要培育的品种是鲤鱼，源自黄河鲤鱼，通体金黄，非常好看。但是到了唐朝李世民的时代，皇帝不乐意了，李和李同音，为了避讳，官方就禁止捕捞和销售鲤鱼，谁敢捕赏30板子，谁敢卖赏60板子，敢吃直接赐死。那为什么唐朝以后中国的鲤鱼们没有像美国一样泛滥呢？原来中国古代并不是把所有的鲤科鱼类都统称鲤鱼，唐朝的法律很明确，只有那些背鳍上有一道鳞片，鳞片上有黑点，整道鳞片一共36片的鱼才叫做鲤鱼。所以渔民们就开始从天然鱼苗当中，根据各地的口味，又培育出来了青草鲢鳙4大家鱼，包括锦鲤金鱼，这也是从鲤鱼和鲫鱼当中培养出来的。千万别以为你鱼缸里的金鱼很弱鸡，入侵到美国它也能长成这个样子。而美国的锦鲤呢，大概是这个画风，他们又是怎么来到美国的呢？先说一个和鲤鱼入侵有关的都市传说，说是100多年前，美国工业飞速发展，那会儿环保意识也不强，就有很多工厂把废水直接排到了密西西比河当中。到了1970年代，水中充满了各种氨氮磷钾重金属，藻类疯狂繁殖。这个时候呢，科学家们就想到了亚洲鲤鱼，因为亚洲鲤鱼会吃草，可以净化河流。于是科学家就从亚洲引进了各种各样的鲤鱼，投放到污染严重的水域当中。果然10几年以后，治理效果非常好，但同时那些吃了重金属和污染源的亚洲鲤鱼也在河流里变成了怪物。你可以从它们的头上踩过，但千万不要吃它们。这个都市传说可谓美国版的小龙虾传奇了，但官方又是怎么说的呢？官方的文件很长，总结一下，那就是官方并没有提到100多年前的污染问题，只是说最早引进的是草鱼，1963年引进来是为了治理入侵的水生植物，但后来草鱼从养殖试验所当中逃跑了，到了1970年代开始入侵美国东南部。幸好当初逃跑的草鱼很多是3倍体，野外自然繁育能力并不强，现在草鱼也是入侵最不严重的一种。其次引进的是青鱼，时间在1973年，同时引进的还有胖头鱼和鲢鱼。起初它们也是作为食用鱼类引进的，但在实验室里发现它们很爱吃蜗牛和贝壳。亚洲鲤鱼虽然没有牙齿，但这几种鱼有咽齿，也就在咽喉的地方有能粉碎甲壳的结构。于是实验室就准备把它们驯化成一种能治理密西西比河蜗牛的生物武器，但结果不小心让它们逃跑了。逃跑以后的亚洲鲤鱼们就像到了天堂一样，这里有吃不完的水草，河流里也没有那些专门吃鱼卵的乌鱼黑鱼，河岸上也没有那些拿着渔网和钓竿的人类，那就在河道里狂吃了，每天吃掉相当于体重40%的水草、浮游生物和各种各样的蜗牛贝壳。2年性成熟，每年产卵10万枚，5年长成相扑巨无霸，寿命至少20岁。现在亚洲鲤鱼们正在以每年50海里的速度向北繁衍。美国的环保和渔业部门一怒失守，最后决战的焦点聚焦到了芝加哥的运河当中。美国陆军出动了，一定要在运河当中拦住亚洲鲤鱼，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5大湖区。因为5大湖区坐拥着全球地表1/5的淡水资源，
每年带来的渔业和旅游业直接收入就有几百亿美元之多。同时，五大湖区的生态平衡更是关系到整个北美的生态环境。于是，一场陆军和鲤鱼的战斗打响了。起初，美国陆军并不是很重视。2007年，他们跟政府说用点毒药吧，我这里有一款绝对环保的毒药，鱼藤酮，100%植物提取，只杀鲤鱼，不伤环境。于是，鱼藤酮被投入到水中。接着，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本土的小鱼死伤惨重，但巨大的亚洲鲤鱼们呢，却根本不会因为这点剂量而中毒。曾经，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影片：一个男人站在齐腰深的河水当中，正在投喂鱼饵，他身边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亚洲鲤鱼，数量多到惊人。据说这段影片就是在刚刚投放过鱼藤酮的湖泊当中拍摄的，没有一条本地鱼类，亚洲鲤鱼却个个活力十足，身强体壮。这实在太不给陆军面子了。于是他们祭出了更凶悍的方案，电网，直接用2米高的电网切断关键河道。结果没想到，鲤鱼们纷纷一跃3米，跳过电网，继续向北。电船，再用电船去捕杀。于是你就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幕。后来电网又升级了，变成了这种卧底的方式，释放电流驱赶鱼群，让他们回头远离五大湖区。然后又经过了10几年的不断升级，现在各种电网、电船、防护墙一起组成的一套被陆军叫做 buff 的武器系统。这套系统还包括2氧化碳弹幕和恐吓声波。陆军在关键河道上布置了一道又一道的 buff 武器，战役史称 CAWS 芝加哥河流防护系统。系统真的能挡住亚洲鲤鱼吗？显然陆军们心里也没有底，因为2014年那会儿，他们还向奥巴马总统提出过一个更加疯狂的计划，说要耗资180亿美元，用25年修筑堤坝，一劳永逸地解决亚洲鲤鱼的问题。但很显然，25年等坝都修好了，鲤鱼们可能早就已经过去了。科学家估计，只需要10对完全性成熟的亚洲鲤鱼，就能完成对五大湖的全面入侵。而今年春天呢，在距离五大湖最近的卡鲁梅湖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画面。突然想起了那个段子，那年安倍邀请川普去喂锦鲤，这本来是一个很风雅的活动，结果川普直接撒了2大勺子，接着又直接把碗给扣了，风雅活动瞬间结束，安倍一脸无奈。最近几年，亚洲鲤鱼也开始入侵澳大利亚，澳洲政府的方案很幽默，他们抓了10几条大鲤鱼，植入芯片，然后放回去，再跟广大澳洲人民说，大家都去捕鲤鱼吧，捕到带芯片的鲤鱼奖励100万澳元。但是前后奋斗了10几年，美国人民也意识到，想要彻底解决鲤鱼问题，还得用生物防治，可不是用墨西哥河流里面那些更恐怖的鳄雀鳝来吃鲤鱼，而是必须请这颗蓝星上的终极大魔王出马了。2018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和肯塔基州开始试点新方案，政府向渔民发放补贴，每捕捞1磅亚洲鲤鱼补贴10美分。据说计划实施4年以来，当地的渔民和消费者都开始慢慢接受亚洲鲤鱼。比如在肯塔基州，就有一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女企业家创办了一家鲤鱼工厂，专门加工渔民捕捞的亚洲鲤鱼，做成鱼丸、香肠、汉堡肉，还有宠物食品。也有部分冻鱼出口到东欧，那边有吃冻鲤鱼的习惯。工厂处在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交汇的地方，离陆军电鱼的那个巴克利水坝不远。据说当年亚洲鲤鱼逃跑以后，最先入侵的就是这个地方。两河交汇的流域当中，是亚洲鲤鱼最泛滥的地方。工厂就叫做两河渔业，除了加工鲤鱼，还向当地渔民传授了远古的中国捕鱼技术。还记得我们大黄鱼故事里提到的敲鼓法吗？疍家人祖传的围网捕鱼法，通过船只配合敲打竹竿驱赶鱼群，然后围网捕鱼。这招其实在亚洲鲤鱼身上也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亚洲鲤鱼的听觉也非常灵敏，很容易被驱赶到一起，然后这样多船配合就能把鱼群一网打尽。工厂的主管说，老板安吉
在快要退休的年纪，从加州长滩举家搬到了这个中部小镇来创办工厂，坚持了7、8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亚洲鲤鱼了，甚至连州长也曾经走入工厂参观剪彩，现场吃鱼。而即使州长带头克服了鲤鱼吃重金属的心理障碍，但摆在美国人面前还有一大难题，那就是他们的巨型鲤鱼实在太腥了，据说那股子土腥味叫做猫都不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如何去腥。精通美食的顺德人有一套去腥秘诀，叫做吊水。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流程：这天，养殖户正在土塘里捕捞草鱼，这些草鱼已经养了4个多月，有2、3斤重了，可以上市销售。但是养殖户却跟记者说，今天捞起来并不是要拖到市场上去卖，而是要拖到几公里外的一个室内基地进行吊水处理。来到室内，记者发现很多大圆筒，直径8米，深1.5米，草鱼全部重新放养到这些圆筒当中，圆筒一半埋在地下，上面兜着网兜。接下来的15天当中，这些大圆筒里的水要时刻保持清澈，让草鱼在里面吊水，也就是不投喂任何食物，让它们慢慢变瘦，同时也就能去除身上的土腥味。这是什么原理呢？其实土腥味主要来源于放线菌，这并不是鱼本身的味道，而是鱼身上的放线菌在释放味道。比如你身上也有一些像鱼一样黏黏的地方，也有这种海鲜味和土腥味，这也是放线菌在提醒你该洗澡了。如果在大圆筒里帮草鱼隔绝了泥土、藻类和粪便，那么它们身上的放线菌也会越来越少，土腥味自然就变淡了。所以这些大圆筒设计得很讲究，底部是一个锥形，不断的排水，形成一个漩涡，这样鱼排出来的粪便也就能顺着漩涡一起排出去，保持水体清澈。这些排出去的肥水呢，又是种植瓜果蔬菜的好原料，非常的生态。最终被吊水以后的草鱼就变成了一道地道美食——顺德鱼生。这绝对比任何日本刺身都刺激。草鱼生鱼片加上各种拌料，顺德人讲究捞的一个风生水起，但在外地人看来，这一盘吃的那叫一个心惊动魄。如果你要尝试，请一定听从顺德人的安排，喝下去极大量的高度白酒。虽然好像喝白酒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但起码能壮胆。不扯远了，顺德鱼生除了吊水去腥的秘法，老师傅们的刀工那也是一绝。美国人不吃亚洲鲤鱼，还有一大原因不也是因为小刺太多了吗？也不知道顺德师傅是怎么练的，切出来的生鱼片薄如蝉翼，没有一丁点鱼刺，摆盘还相当的好看。故事分享到这里，似乎只需要200个顺德厨师就可以拯救美国了。但仔细想想，土塘里养4个月，顺德人都需要用15天来吊水去腥，那美国河流里那些长了10几岁的老妖怪们，怕是真的能够腥到让人绝望了吧。传说中国有一本古籍当中隐藏着远古黑科技，这也正是中国人真正的去腥秘籍。这本书叫做《养鱼经》，作者是春秋时代的范蠡。他帮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以后呢，就带着西施隐居太湖。故事很美，但隐居也是需要花钱的，怎么办呢？于是范蠡就开始养鲤鱼，积累了人生的第1桶金，后来就变成了商人的祖师爷陶朱公。养鲤鱼的心得也就写成了《养鱼经》。《养鱼经》流传到今天只剩下400多个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齐威王拜访陶朱公，问他：您就是范蠡老先生吧？听说您非常有钱，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范蠡答：生财之道一共有5条，水产养殖排第1。比如用6亩鱼塘规划出5洲8谷的自然样子，然后养鱼，第2年就能得到15厘米长的鲤鱼15000条，45厘米长的45000条，30厘米长的10000条，一条平均50钱，那么6亩鱼塘1年的产值就是125万钱，第2年又有这么多，如此一来就能完成最初的财富积累。齐威王听了很佩服，就专门在皇宫里开辟了一个池塘，让人按照范蠡的指导养鱼，果然1年赚了30多万钱。
故事非常的短，到这里就结束了，哪有什么黑科技？你看出问题来了吗？如果你养过鱼，或者是水产工作者，那么你肯定把养鱼经给扔了。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6亩鱼塘1年养7万条鱼，你开玩笑吧？现在技术都做不到。但是如果你细品呢，9州8股自然河流，这是什么意思？果然有人把它复原了。复原来自于一次巧合。最近几年光伏发电不是很火热吗？很多地方的鱼塘上面就安装了光伏板，这样一边养鱼一边发电。但后来呢，电发出来在输入电网之前总是要浪费很多，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电力用来养鱼了？其实养殖户们早就发现了鲤鱼的一个特性，这一点我们在美国那边也看到了，那就是他们想要长得快长得大，其实对食物和种群密度没有太大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水文环境。就像养鱼经里说到的一样，9州8股如果是天然河道的波涛暗涌，这种环境下鲤鱼们最喜欢的，使劲有使劲吃就能使劲长。于是有养殖户开始复原养鱼经，他先是把原先的1000多亩的鱼塘缩小，3/4用来光伏发电，1/4建成这种长条形的鱼池，每个鱼池长22米，宽5米，只有110平，6个鱼池才1亩。然后在这些鱼排当中呢，每个放入几万条鱼苗。如果按照传统养殖是肯定养不活的，但是光伏鱼塘有电呢，用电来不停的循环池水，模拟出江河的暗流。结果鱼真的跟范蠡说的一样，在这种天然暗流里长得非常好，它们天天逆流冲浪，狂吃，水中含有丰富的氧气，不断的循环，就相当于把顺德人的吊水工艺也给融合进去了。养出来的鱼不仅肉质紧实，还天然去腥，在市场上号称冲浪鲫鱼。最后一算，一个鱼排1/6亩，每年出产4万斤，6亩的地方可以放36个鱼排，一年出产144万斤，这真的逼近范蠡的数据了。但是范蠡当年又没有光伏和电源，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数据的呢？看来有些远古黑科技我们还是不要瞎猜了。总之，鲤鱼去腥2大要素：第一，不能养到成年，最多3年必须吃掉了；第二，必须吊水，也就是在养殖过程当中得用清水不停的循环。所以面对美国的鲤鱼危机，我们也只能帮到这里了。中国和美国的鲤鱼故事画风完全不同，也许这就是大自然所蕴含的洪荒之力吧。只需要一个独特的生态，就能压制亚洲鲤鱼体内的洪荒。我曾经沿着钱塘江一直往上游走，去过一个叫做钱江源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古老的村落，出产一种叫做清水鱼的特产。当地的居民会在溪水上截流，扎上泥巴，制造一个天然的小鱼塘，然后在泥巴里养一些草鱼，每天割草喂鱼，于是这些清水鱼也就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有些鱼塘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很多老宅都是先有鱼塘，再有四周的建筑，住家的中心就是一个大鱼塘。这种感觉真的像进入到一个自然家园当中一样，生态平衡让一切洪荒都变得这么安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又用猎奇和吃播讲了一个生态故事啊。